酱调好，然后味道确定之后，再下入有味道的面，这样它才是一个完整的意大利面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就是大人的味道，烟花女意大利面。其实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意大利面之一，主要就是酸豆、提鱼、橄榄、辣椒去做成的意大利面，我觉得很清爽也很好吃，然后做起来非常简单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它主要的材料就是辣椒、蒜头，然后巴西里、酸豆、橄榄、提鱼、番茄，就是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些东西。为什么要加烟花女呢？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说法是说，意大利古时候的风俗女在吃的一个料理，因为它比较清淡、比较快速，他们的工作时候就会吃这个。这个说法是没有证据去支持的。那比较有可信度的说法是说，在意大利，风俗女这个词啊，并不是就真的拿来指风俗女，是讲就是随便的一些东西的意思。就像我们台语讲说，我们加了一堆菜在里面，就是有的没的，很多各种东西都在里面嘛。那这个就是他们当时风俗女的用法，就是说他们加了一堆有的没的在这个面里面，所以叫烟花女意大利面。那不是说它真的是风俗女在吃的。那其实啊，它算是我最喜欢的意大利面之一，酸辣，然后又口味比较清爽，而且它做起来也简单方便。这是卷叶的美国巴西里，最好还是用平叶的，就是意大利巴西里。那如果是那种罐装粉状的，哦，那个它是完全没有这个新鲜香草的味道。这个也可以打一打吗？也可以，但是打的时候会出汁，它的那个风味会散发的很快。在餐厅啊，我也不会希望巴西里被切得太碎，因为那个味道会流失的太快。橄榄，我拿的这个是绿橄榄，然后它的味道会比较强烈一点。如果对橄榄比较陌生的人啊，你们可以选择黑橄榄。那我觉得这种比较好吃。这个是大人的味道。提鱼是提供这道菜最主要的鲜味跟咸味，所以这道菜其实我们是不用放盐的。提鱼很咸，非常咸。提鱼就是一个固体的盐巴，盐巴本来就是固体。最后就是酸味的来源了，酸豆。这道菜就是要酸酸咸咸辣辣。这个是切丁的番茄罐头，那如果你要用新鲜的小番茄，当然也可以。所以煮意大利面要先加盐还是后加盐？当然是要先加盐了，我要让面有味道，然后酱也要有味道。之前好像某一集有讲过，我们意大利面的比例就是盐是1，然后面是10，水是100，1:10:100这样子。今天要做的烟花女意大利面，我自己觉得它适合这两种面条 ，spaghetti 或是 capellini， 天使面或是一般的直面。对，那今天我们用直面来做吧。好。7分钟，煮的时候趁它不注意来炒个酱汁。我们在锅子里面加橄榄油，这边火不要太大哦，蒜头千万不要上色，上色了就会开始有苦味。蒜头香味一出来啊，我们就下提鱼、酸豆。因为在家里啊，我不希望那个火烧到锅里上来。然后辣椒，在家我们都是离火做翻炒，因为这边不是那种专业的厨房，如果不离火的话，它火一样会点到上面来。在家里的时候，也会比较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切丁番茄罐头，这跟番茄糊有什么不一样？番茄糊是非常浓缩的，它叫 pimento paste， 它浓缩的。像一个膏状一样，那这个呢就是单纯番茄，那加盐去腌制，然后把它切成丁而已，所以这个水分是非常多，是拿来做酱汁。试一下味道，它其实不用煮太久，你觉得味道 OK 就 OK 了。那我觉得它可以再辣一点点，加点 Tabasco。调好味之后啊，开大火，我们在里面呢加一点煮面的水，让它的淀粉质可以煮到酱汁里面。煮意大利面呢，一定要先做酱。酱一定是要做啊，你不是面下去才开始慢慢炒酱。酱
酱调好，然后味道确定之后，再下入有味道的面，这样它才是一个完整的意大利面，就是两边就是分头，他们都要煮到完美的状态。好，然后我们面呢煮了7分钟之后，我把它加到酱汁里面，跟酱汁拌均匀，切碎的巴西里。把面夹忘在公司了，只好用这个。直接堆上去。对。完成了。我一直觉得烟花女看起来有一种拿破里糖的味道，就是日式的那种拿破里糖。就是很酸，有点咸，辣的部分我觉得一点点，刚刚，真的完全不用再加盐，其余就很够味。然后我觉得整体很有腌制的风味。你觉得跟外面的比起来，哪个比较好吃？外面的好像再稍微清炒一点，那我觉得这道吃起来很下饭。很下饭。配白饭。赶快来一碗白饭。不得不说，我觉得我自己炒的蛮好吃的，真的要配橄榄，不是那么多人都吃过橄榄嘛。第一次尝试的人啊，真的可以先用黑橄榄试试看。那绿橄榄的味道，我自己觉得比较重一点了，对，它比较鲜明一点。那黑橄榄就是比较内敛一点。那我觉得这个鲜明的味道配上里面的，不管是辣椒还是番茄，我觉得都是很相辅相成的味道。这上面啊还可以再刨一些柠檬皮。它有不一样的风味的变化，对，它上面可以有不一样的点缀，柠檬、莱姆、各种柑橘类、柚子这类清爽的食材啊，或是紫苏各种清新的香草，我觉得都跟它是非常 match 的。因为烟花里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食谱，它就是一堆有的没的都在里面。